歡迎收聽一道微光同志小說，作者書野，故事馬上開始。三中校園，夜風微涼，白起遠一手拎着唐玉成的書包，一手小心地扶着青年的腰身，两人在空曠寂靜的校園裡走得很慢。齐远说其實你可以不用來的，我躺一下睡一覺就好了。唐玉成臉色微紅，額頭掛着細密汗珠，他的聲音明顯帶着喘。你虛弱成這個樣子，我怎麼可能不來？白起遠扶着他的手收緊了些。我以為還要過幾天才能看到你，沒想到這麼快你就來了。第一次感覺生病也不是什麼壞事。你還能開玩笑，說明你還病得不嚴重。不會的，有你在，我已經感覺好一些了。白起遠點頭。那就好。唐玉成順勢半靠在白起遠肩頭，那股熟悉的體香縈繞在鼻尖，這讓他放鬆安心了些。他的目光始終落在白起遠的側臉上，貪婪且專注。白起遠被盯得有些局促，但鑑於目前的情況，他也沒多說什麼。兩個人來到車邊，白起遠細心地將他扶上副駕駛的座位，俯身去拉安全帶。這中間兩個人的距離忽遠忽近，若即若離。你好香，家裡洗髮水的味道。白起遠發現，自從那晚那個措手不及的吻後，他們之間的氣氛不只是尷尬，更滋生出一種濃稠的曖昧。這種感覺像是密密匝匝的細雨，落在白起遠的心湖，泛起陣陣漣漪，搞得他面頰也燙了起來。只不過夜色的昏暗很好的幫他掩蓋了過去。隨着咔嗒一聲扣鎖到位，他迅速起身來到車的另一側，打開車門坐了進去。車發動之前，白起遠還不放心地抬手摸了摸唐玉成的額頭，並提醒他：你閉上眼睡一會兒，一會兒就到家了。唐玉成閉上眼應了一聲。回到家後，白起遠把他安頓在臥室躺好，他坐在床邊氣喘吁吁。他再次抬手感受他額頭的溫度，能明顯感覺比之前在學校的時候熱了一些。唐玉成的眼睛半睜着，目光始終落在白起遠臉上，唇角卻噙着一抹似笑非笑。你的頭比剛才更燙了。白起遠細心地為他掖好被角，乖乖睡一覺，明天就好了。話音未落，一隻滾燙的手猛地從被子裡伸出來，死死攥住了白起遠的手。你的手有點涼。唐玉成的聲音變了調。我現在是個自動發熱體，剛好可以給你暖暖。都什麼時候了，你還開玩笑？白起遠想抽回手，卻被那股力道困住了。玉成，你讓我出去給你熬點大米粥，一會兒你餓了可以吃點。齐遠說，你別走。唐玉成的聲音因虛弱而陰啞。這麼長時間沒見你了，你說什麼我都不讓你走，你好不容易才來看我的。他淡淡一笑，這樣握着你的手也還是第一次，你的手比我想象的要軟。玉成，你別這麼抓着我，這樣你怎麼休息？可你不要我了。唐玉成的眼神瞬間黯淡，像個被遺棄的孩子。我不需要休息，我只需要你，只要你在我身邊，我怎麼樣都可以。我什麼時候說過不要你了？只要你需要我，我都會在你身邊，別胡思亂想了。我當然需要你。齊遠叔，你留下來好嗎？別走。好好好，我不走，你閉上眼睛乖乖睡覺。聽到這話，唐玉成這才緩緩合上眼皮，閉上眼睛，嘴裡還不停地呢喃：別走，陪着我，不要走。唐玉成的依戀讓白起遠一時手足無措，他更希望唐玉成抱怨說他狠心、鐵石心腸，甚至是恨他，而不是像現在這般，一個原本活脫脫的大小伙子如此虛弱地躺在他面前，用滾燙的雙手緊握他的手，用殘破顫抖的聲線求他不要離開他，陪着他。白起遠的心被揪了起來，毋庸置疑，他的理智依然完美運行，只是他的感性部分開始失序。他陷入了無止境的自責，為什麼我們倆的關係會變成現在這樣，進不了，遠又遠不得。在通用的因果理論失效的時候，他就習慣性的把錯誤都攬在自己身上，似乎這樣做才能說服自己接受唐玉成喜歡他，而他的心又被他牽動的現實，也似乎只有這樣才能讓自己好受那麼一點點，但也只有那麼一點點，這遠遠不能安撫因內心巨大的矛盾而產生的震盪。他低頭凝視着面前虛弱的人，他那滾燙發紅的皮膚正散發着陣陣熱氣，他額角掛着細密的汗珠，他的眼睛是閉着的，卻能看到眼皮因眼球不安的轉動而微微起伏。他的嘴唇微張，但沒有發出任何聲音，他的呼吸短而急促。白起遠輕輕地把自己的手從那滾燙的溫度裡抽了出來，又在下一秒將唐玉成那雙滾燙的手掌严严實實地包裹在掌心。我到底
該拿你怎麼辦？第二天臨近正午時分，唐玉成緩緩睜開眼，視線在熟悉的天花板上掃過。這是我的房間。對了，昨晚是齊遠叔接我回家的。他躺着側頭，看見白齊遠就靠在他身側睡着了，身上還穿着昨天的襯衫，眉眼間帶着淡淡的疲憊，睡得正香。陽光勾勒出那人清俊的側臉，唐玉成心頭一暖，唇角不由自主地漾開笑意。他抬起手，指尖沒入那柔軟的髮絲間，輕輕揉了兩下。白齊遠長睫顫動，隨即睜開了眼。唐玉成則略顯尷尬地蜷起手指，抽回手。白齊遠眼中還帶着一絲朦朧，手很自然探出，附在唐玉成的額頭上停留片刻。溫度是降下來了，但你還是很虛弱。齊遠叔，我想喝水。白齊遠一只手拿起旁邊床頭櫃上的杯子，另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托起唐玉成的後頸，把水餵到他唇邊。唐玉成喝了水，整個人放鬆了一些，他就那樣安安靜靜地躺在枕頭上，目光直勾勾地望着面前的人。這次回家就在家裡多休養幾天，反正過2天就是國慶節了，我也在家休息，正好能照顧你。等把身體徹底養好了再回學校吧。唐玉成點了點頭。你要不要喝點粥？好，我去給你拿。白齊遠端來溫熱的大米粥，一勺一勺餵給唐玉成。雖然他倆自昨天晚上到現在就沒說幾句話，但白齊遠明顯感覺到唐玉成的眼神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直白坦然，而且那種曖昧的氣氛又開始在他倆之間蔓延。他開始有點不知所措，他穩了穩拿勺子的手。客廳的電話鈴聲突兀地響了起來，白齊遠將粥碗遞給唐玉成。你先自己喝着點，我去接個電話。他站起身時鬆了一口氣，他走出房間。喂，他好多了。謝謝你，宋毅。真的不用，那天也不是什麼大日子，沒必要大費周章。我確定。好，等我這邊處理完，過幾天上班的時候咱們再聊。再見。白齊遠重新回到房間，看着唐玉成正低頭喝粥，看不清神色。就這樣安靜半晌，唐玉成低聲開口：他對你好不好？挺好的，他很紳士，也很會照顧人。唐玉成握着勺子的手指骨節泛白，他忍着心口針扎般的鈍痛，假裝平靜地咽下一口粥。明明預料到最不想聽到的答案，可內心深處那點卑微的希望，夾雜着自虐的執念，還是蠱惑着他，鬼使神差地問出這個問題。他自嘲地想，我不光是身體病了，大概腦子也燒壞了。那就好。唐玉成的病是一天天的好了起来，身體剛有了力氣，他就開始片刻不停的忙碌。他先是清理掉陽台上那幾株已明顯頹敗的西紅柿，又將整間屋子從裡到外做了一次徹底的大掃除。當然，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他早早的就在蛋糕店訂好了蛋糕，準備給白齊遠過生日。10月2號那天早上，他去菜市場買了菜，回來的路上去蛋糕店領了蛋糕回来。只不過他到家的時候，屋裡空无一人。他沒多想，挽起袖子就在廚房忙活了起来。既然白齊遠不在，正好能給他一個驚喜。案板聲嘟嘟作響，鍋碗瓢盆在他手中奏出歡快的曲調。沒過多久，餐桌便被一道道熱氣騰騰的菜肴占滿。他倆都喜歡吃辣，所以基本上都是口味比較重的菜。紅酒和2個高腳杯擺上桌面，一切準備就緒，只等壽星歸家。在等待的過程中，唐玉成接到了方卓的電話。唐玉成，你身體好點了沒？好多了。哦，那你假期後就回學校，還是繼續在家待着？假期結束當然就回學校上課了。這麼快啊？不多在你叔叔身邊撒撒嬌什麼的，應該在家多住幾天，讓你親愛的叔叔好好照顧照顧你。方卓，你跟陳野在一起過節呢？假期我也沒什麼事，他叫我來他家玩。唐玉成，你可不知道他家有多大，居然還有單獨的電影院和遊藝廳。既然你喜歡這兒，那你今天晚上就住我家吧，明天可以接着玩。也不是不行。我說，你們倆私下討論不行嗎？一定要在跟我打電話的時候討論。不好意思，那就開學見了再聊吧，好好跟你叔叔處喲。還用你說？放下電話，唐玉成快步來到自己的房間，把之前買的禮物從衣櫥裡拿出來，小心地藏在客廳的一個隱蔽角落。不知過了多久，大門的開門關門聲驚醒了陷在沙發裡不知不覺睡着了的唐玉成。
你怎麼就這麼睡在沙發上，也不蓋點東西？你發燒可剛好沒多久。白啟遠眉頭微蹙，我不小心睡着了。唐玉成睡眼惺忪地看向窗外，残陽如血，竟已是黄昏。白啟遠的視線落在那桌早已冷掉的飯菜上。這一桌子菜是怎麼回事？今天不是你生日嗎？這是專門為你做的，本想給你個驚喜，結果等着等着就睡過去了。白啟遠欲言又止，他停頓了幾秒。你怎麼知道今天是我生日？咱們都在一起住這麼長時間了，我知道你的生日有什麼好奇怪的，倒是你怎麼現在才回来？白啟遠眼下眼底複雜的情緒。我去你昊天哥家坐了坐，看了看他的父母，中午他們非留我吃飯，盛情难卻，實在不好推辭。飯後又陪着聊了會兒家常，這才回來晚了。那你現在餓了嗎？要不要一起吃點？那肯定的，你做了這麼多菜，我肯定得多吃点。那好，你先坐一下，我去热一下菜，很快就能吃了。桌子上的菜又被重新加熱了一遍。唐玉成倒好了酒杯，推到白啟遠面前，眉眼彎彎，兩人舉杯。啟遠叔，祝你生日快樂。謝謝。還有，對不起，我回来的太晚了，害得你等了我這麼長時間。沒事，现在不也挺好的嗎？哎，对了，唐玉成站起身，找到之前藏好的禮物，拿到了白啟遠的面前。送你的，你拆開看看，看喜不喜歡。你小子越來越會來事了，還會整這套。怎麼，你不喜歡？那倒不是。說着，白啟遠打開精緻的禮物盒子，裡面是一條質感極佳、花色沉穩雅致的領帶。他指尖撫過那細膩的面料，很好看，但應該很貴吧？你喜歡就好，不用管價格。你還是個學生，不該花這個錢。其實這桌子菜就是最好的禮物了。唐玉成坐回位置。之前你也看到了有同學來家補習，後來學校找我補習的人就沒斷過，所以我一直都有收入，所以送你一份禮物不是多大個問題。玉成，你何苦呢？明明目前不需要你做這些。啟遠叔，今天是個好日子，你就不能破個例誇誇我嗎？白啟遠微微一怔。其實你看看，平時估計也是沒少訓你的學生吧，對誰都這麼嚴格。誰說的？我只是怕你驕傲。白啟遠無奈地笑了笑，聲音放柔。你其實有很多優點的，譬如這條領帶選的就很有格調，我很喜歡。唐玉成滿意地笑了笑。你喜歡就好。你真的像個大人了。我本來就是，好吧。好好好，我承認你很優秀，而且希望你一直優秀下去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变得更加優秀，讓你為我驕傲。唐玉成舉起酒杯，來，啟遠叔，今天的壽星喝一個。白啟遠與他輕輕碰杯，酒液入喉，在那推杯換盞間，白啟遠恍惚覺得他們倆依然是之前和諧的叔侄關係。